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先幫我點個讚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歡，可以幫我訂閱、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。影片中介紹的景點跟餐廳連結都幫大家準備好，放在資訊欄嘍。安妞，大家，我是雙人徐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就知道這一集我們要前進弘大。弘大可以說是我們每一次來首爾一定會來逛街吃美食的地方。今天我們將探訪4間我們沒有吃過但網絡評價很高的餐廳。第一站，我們先到弘大隔壁一站的河井站，解鎖一間我們排了2小時才吃到的米其林美食。這間烏桐食是弘大周邊的排隊名店，不止連年上米其林指南推薦榜，而且還被不少媒體提到是韓國人心中必吃的湯飯之一。重點是它真的人氣很高，早上8點半就開始開放後位，一定要先來後位，不然後位數滿了就會停止後位咯。烏桐食的菜單非常單純，就只有2個主角，招牌的豬肉高湯湯飯，還有人氣必點的泡菜餃子。豬肉高湯湯飯的高湯是用豬肩肉跟前後腿肉慢慢熬的，有別於釜山那一種濃厚的豬湯，這邊是用更極致清爽帶有豬肉香的風格，讓湯本身就帶有清香且深度的類型。肉片選用智異山的黑豬肉，切得薄薄的，軟嫩又帶有香氣，搭配清湯就是很經典的韓式美味。飯是直接加在高湯裡面，這樣每一粒米吸滿了高湯的味道，口感會更飽滿也更香。湯跟飯的結合比單吃更有層次感。另外他們家的泡菜餃子也是人氣必點，內餡是經典的韓式泡菜加豬肉的混合，餃子皮薄，餡料飽滿，微微辣酸又帶有香氣。先喝看看湯，它湯看起來很清澈，非常的清淡的湯，可是豬香味很重，它比較像湯泡飯。對，它的米粒是咬得到米心的那種，有點硬的，有點硬的飯，可是配上湯一起吃好吃哦。我覺得是喝起來很精緻的湯，然後它肉片是說建議是加辣醬吃，辣醬一起吃。我必須說它的豬肉是豬味很重的豬肉。可是不是豬臭味，是你會吃得到它豬肉本身的那個豚的鮮味的感覺。我們還有點這個泡菜餃子，餃子很好吃，完全是很香的泡菜的味道，然後皮很薄，皮也很 Q， 泡菜味很重，是会有點小辣的口感。它內用的泡菜啊、飯啊、湯不夠都可以給它續加，真的是蠻厲害的湯飯，應該說是打破我的印象，跟我們以前過往吃的豬肉湯飯的感覺很不同，就是比較不同流派，然後比較精緻一點的豬肉湯飯，因為它是屬於豬肉湯泡飯的感覺，真的整體的用餐體驗非常的細緻。果然真的是有米其林的水準。要吃的話要很有心理準備，真的會排很久。像我們這次來，我們10點半來抽號碼牌，我們等了2個小時才吃到，因為它內用的位置真的蠻少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要來吃的話，是推薦大家來吃，但是如果來吃的話要有心理準備，真的會排蠻多人的。這家滿族五香豬腳是首爾3大豬腳名店之一，在 Nevermax 上有高達4.38分的高評價。除了招牌的豬腳，他們家還有一道很特別的3層肉菜包肉。當然，你也可以選擇半半套餐，一次吃到豬腳跟3層肉。豬腳有辣味跟不辣的版本。這次我們點了他們的提包套餐，也就是剛好一半是3層肉，一半是豬腳，2種經典一次滿足。先說3層肉，它是用帶紙香氣的豬五花，經過特制的醃製跟燉煮，味道特別的深厚，肉香之中還帶有滷汁的調味。至於豬腳是用5種香料慢火滷製，讓肉質既軟嫩又帶有 Q 彈的膠質感，不論是皮或是肉的部分都會吃到滿滿膠原蛋白的感覺。它的五花肉的部分呢是瘦的比較多，肥的稍微一點點，我不確定是怎麼樣的調煮过，就是它的顏色不是完全像白切肉的顏色。我們先吃一個原味看看，好嫩，对，很有味道哎。这個吃起來有點像我們台灣的卡口純肉的那一種，然後它已經是有先滷過，然後再去切肉的那個咬下去的時候是有那個滷汁的香味跟鹹度。旁邊呢有這種辣蘿蔔絲，一秒變韓式。我蠻喜歡加蘿蔔絲的，就是可以吃得到本身肉的
味道之外，又多了一個脆脆的酸酸的辣度。再來是豬腳，豬腳的部分呢，就是真的有稍微比較肥一點點，外皮看起來這種油亮。我先吃一個原味看看，可以吃得到那種膠質的感覺。它其實單吃的味道就已經蠻夠的嘍。我覺得它沒有加醬，其實吃就已經蠻不錯的。它的豬腳是真的走比較肥的路線，我對那個肥肉不會害怕，是 OK 的。它可能怕你膩水，旁邊的這些小菜，醃蘿蔔還有這個高麗菜，都是可以幫助你在吃的時候邊吃邊解膩用的。它每一份都會招待一個餃子年糕湯，湯本身沒有什麼調味。很淡的味道，很淡的湯味。我們最後受不了，我們跑去問他說：“請問有沒有生菜？”啊，他就給了我們生菜，加生菜是好好吃。如果吃到中間你真的覺得受不了，你很想要吃生菜，我們也是用翻譯軟體說：“請問有生菜嗎？”他們就拿了生菜給我們。我覺得就是想吃肉的時候吃這個是不會踩雷。想體驗韓式豬腳，我覺得它的味道是夠的。連續吃了2個美食，中場休息一下。這一次想要特別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一次在弘大體驗的一個4言會。雖然這個在社群上很多人介紹過，但我們真的很喜歡體驗畫不同風格的4言會。雖然每一次被畫4言會的時候都很尷尬，畢竟你好像就是在被審視整張臉的過程，感覺臉部的瑕疵都會被看光光。不過成品是真的很可愛，木易陽的朋友都說畫的超像的。至於我的部分沒關係，有可愛就好啦。有興趣的朋友到弘大一定要畫一張紀念一下哦。逛着逛着就天黑啦，真的沒想到我們可以在弘大從早逛到晚。我個人非常喜歡夜晚的弘大，整個熱鬧感滿滿。弘大有很多餐廳都是晚上才開，所以我們就繼續開吃咯。這家大海生肉是社群上激推吃生魚片的居酒屋，尤其他們在冬季有特別推出大房魚生魚片套餐，套餐可以搭配一種湯品，湯品的選擇也很多，牛大腸、蝦湯鍋、蛤蜊鍋、豆腐湯等等，也有提供單純生魚片的單點，依照分量有不同的價格。特別注意的是，完全都是大房魚的生魚片，只有冬季限定，現在去吃會是什錦生魚片的套餐哦。另外，居酒屋常見的一些炸物小點，這邊也是有提供，甚至拉麵、年糕等等，選擇也是很多。這次很幸運有搶搭到最後一波冬季限定的大房魚生魚片，這次單點一份小份的，每一片房魚看起來都非常的厚實新鮮，而且小份的分量就很多，2人吃絕對可以吃到超滿足的那種。同時還有提供多樣化的小菜配菜，小黃瓜、豆腐、螺肉、焗烤玉米、烤飯糰等等，光是單點一份生魚片就有這個，真的 CP 值很高。另外還有一小鍋招待的奶油蝦，味道不錯，一下子就会吃完的那種。人家說冬天來韓國一定要吃鯇魚，2人份的鯇魚，真的是鋪得滿，至少有24片大片厚實的鯇魚，很厚實，真的非常厚實，然後看起來很新鮮很好吃的樣子，我迫不及待了哦。它就是油脂感非常豐富的生魚，老實說我就吃起來有點像鮪魚的感覺，必須說第一吃加上芝麻油，那個芝麻油的香氣是幫這整個生魚增添蠻多風味的，不過確實也會有點蓋掉生魚本身的風味。第二吃是直接沾辣醬吃，辣醬算是酸辣醬，其實我個人覺得沾生魚片超好吃的，我很喜歡。這是第3吃，就是芝麻葉包鯇魚，然後配上青菜料蒜頭。喜歡有芝麻葉的，我覺得這一次蠻好吃的。我讓整個吃下來啊，我個人呢，雖然我覺得包海苔、包芝麻葉或是沾他們的辣醬吃，我覺得都很好吃，但是說真的，單純的沾瓦沙比配上醬油吃，超讚。其實剛剛店員有跟我們說，鯇魚的季節其實快要結束了，3月份開始，其實他們的店就不會再提供鯇魚的生魚片。冬季的時候來到韓國玩，一定要來嘗試一下它的鯇魚，真的很特別，很好吃，而且很新鮮，油脂很豐富，口感非常好。弘大的最後一餐，我們來外帶這家 Cambu 幹部炸雞，在首爾炸雞界也是蠻有名氣的連鎖炸雞餐廳，有提供炸全雞、五穀炸雞、炸雞翅不同的版本，炸雞的口味也很多樣，而且口味是主打不像一般只有重鹹或辣，而是香氣十足的炸雞。我們這一次點的人氣款醬油蒜香五穀炸雞，嚴選去骨雞腿肉，肉質軟嫩且多汁，
配上蒜香醬油這種有深度的鹹香香氣，就是很多老饕特別愛回訪的原因。被黃仁勳說他最愛的炸雞幹部 chicken 幹部炸雞，本來其實想要在店內用，就去的時候他就說我們不能內用咯，只能外帶，所以我們就外帶了一份他們最招牌的口味，蒜辣醬油口味，很深的醬色的感覺，但是不是那種醬裹在上面，每一份裡面都有炸年糕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覺，有醬油的味道，蒜味应該是他用他的那個蒜醬去醃過，醬油跟蒜的一個結合，辣度我覺得有偏小辣往上一點點，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我們外帶回來的關係，現在吃起來是比較溫的，所以它的皮呢並不是走脆皮路線，但它的口感的層次是你進去的時候会是鹹味，然後蒜味不重，然後你開始咀嚼的時候才會辣味出來，它不是一開始辣味就出来的，是耐吃款的炸雞，我可能會覺得說它可能可以再稍微脆皮一點，但我也不曉得會不會，其實它本身就是要做這種稍微有點濕皮的路線。我很喜歡炸年糕的口感，因為它的外皮不是炸到很硬的那一種，它就是端端的年糕，然後有裹上醬的口感，它就是保留它 QQ， 但是不是黏的那種路線。這個真的需要再配一點喝的東西，不然真的一直會覺得蠻辣的。我覺得口味是好吃的，也是符合我們的重口味，因為它其實吃完之后尾韻还是辣的，那個辣勁會一直出來。我會覺得，如果在店裡面吃它剛炸好出來的時候，也許它會再稍微脆皮一點吧。所以如果真的有想吃的，我會推薦在店裡面吃，可能不要太晚去，因為它可能就不能內用，只能外帶。這個是蠻好吃的，黃仁勳推薦的，我認可。下一集我們將前進明洞，除了會介紹幾間我們第一次吃到就愛上的明洞美食之外，這次還探訪了幾個明洞景點，可以說是超滿足的明洞一日遊行程分享，請繼續鎖定每週四雙人學的新片哦。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、按讚，並且開小鈴鐺，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，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专门